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米娅的塔罗频道。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主题是他有多想你，他想你的时候都想些什么。那这是一个不限性别的占卜，所以这个他可以是男生的他，或者是女生的他。好，我们来看一下选项。第一张牌是一个穿着和服的日本女孩子，她穿着一件宝蓝色的和服，那她的姿态很优美，好像在跳舞一样。它的身后呢有一个黄澄澄的太阳，背景还有一些樱花树，这是第一张牌。第二张牌呢是金光闪闪的一张牌，这张牌出现的动物是狐狸哦，有2只狐狸，还有一个人就是化身为狐狸的样子，它有耳朵。那这边有一条道路，通往一个好像隧道一样的地方。那这张牌的背景是一些树木。在这个隧道的中间呢，有一只狐狸，不知道它是正要进入隧道，还是正要离开隧道。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三张牌。第三张牌的背景是一个夜晚哦，一个晚上，然后有一个女生呢，她正在跳舞，非常的悠闲的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样子。她闭上眼睛，手里在打鼓。那她这个鼓呢是月亮做成的。然后中间有一个像是兔子的灵魂一样要跳到它的这个鼓中，它的脚旁呢有一些萤火正在升起，就有一些熊熊的火焰正在升起。然后它穿着是一个传统的服饰，在这样子大自然一个很原始的环境下，它正在享受的歌曲的一个律动。好，以上就是3张牌，大家可以凭直觉选一张你喜欢的牌，1、2、3，你们可以选它上面的图案，或者是你可以选数字1号、2号跟3号。好，那给大家一点时间。如果你选好的话，你就可以利用下方的资讯栏连接到你所选的那一组牌去听解牌。那如果你还需要时间的话，你可以先按下暂停键。好，我们接下来看到刚刚选到这个穿着宝蓝色和服的一个女生哦，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都会抽字卡，看一下对方想要说什么。他说看你的社群媒体，这个人他好像有在关注你哦，他可能关注你的 IG、脸书或者是微博账号等等，他有在关注你哦。好，第2张牌是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过去是不是跟这个人曾经有一段关系呢？那或者是在相处的过程中，他做了一些事情，他觉得让你们受委屈了，他觉得他好像没有好好对待你们哦。有一些事情其实他可以做得更好，可是当时他没有，他说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第3张牌是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是再也回不去。所以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过去跟这个人是不是有一段时间还不错，或者是你们是曾经是恋人的关系呢？这种他好像觉得说没有办法再回到当初的那种感觉了。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是再也回不去，有一种感叹或者是叹息的无奈耶。他说我自私的只考虑自己哦，是因为他在这段关系中，他只考虑到自己，很多时候他没有替你着想，所以他觉得说有一点让你受委屈的感觉，然后他想要跟你道歉，只是他好像有一点无奈，是不是他觉得已经过去了的东西没有办法再回来的这种感觉？我们再看下一张牌哦，假装一切都没事。这个人呢，他可能在表面上假装一切都没事，但是是假装的，所以感觉心里很有事，心里应该是可能是波涛汹涌的，但是他想要假装一切都没有事，然后也许他会就是用他的方式来关注你。好，我们再看下一张牌。
曾经什么？哦，他说永远回不去的叫曾经。这张牌我想摆在这里。你们曾经有过一段蛮美好的时光吗？可是这边一直出现，他觉得这段时光啊，好像就是回不去了，所以他说了曾经。再也回不去，然后这边又出现了永远回不去，这里面有一种感觉是有一种很无奈，然后有一点点懊悔的感觉哦，但是又是这种对于时间的，对于这种命运的一个无奈。好，再看下一张牌，剥去占有欲和面具。你们其中有一个人呐，可能是有比较强烈的占有欲哦，还有这个面具跟这个假装有点像哦，假装一切都没事是需要戴着一个面具的。那不知道你们哪一方可能会有这种强烈的占有欲？那他说剥去占有欲和面具，那之后会剩下什么呢？再来看一下，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也许当时他没有想到他会遇到你耶。海鸟跟鱼，它们是在不同的地方生存的一个生物。鱼是在它的水里，海鸟是在海上，可是他们交汇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海平面。也许在那个海平面中，你跟他交汇了，可是终究你们都必须要回到属于你们自己生活的这个地方哦。你们在某一个时间点交汇了，好像又错开了的感觉哦。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很深很深的这种无奈在里面。对，因为这边有出现了再也回不去啊，这种曾经。有一点这种眷恋不舍，但是却又没有办法的感觉哦。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哦。都能说明白哦，这边是说不是每件事情都能说明白，不是每件事情都能说明白，所以是有些事情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跟你说明白，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说明白。好，我知道我犯了错，是不是因为他犯了错，所以让你们受委屈了？但是他又要戴着面具，假装一切都没事，然后在这个错误中，他自私的只考虑了自己呢。好，我们再继续看下一张哦。这些日子我很想你。A 组的就是第一组的，他们其实有在想你，而且是很想你，所以他用他的方式在关注你。但是他又觉得说，我觉得他可能不一定会主动的跟你们说什么，因为他心里又觉得说，不是每件事情都能说明白。我觉得他有他的想法，还有他的理由吧。好，我们再看下一张。我们必须对彼此放手。好，我觉得第一组的这个人啊，他觉得好像这段感情啊回不去的叫曾经，然后他很想念你，可是他又觉得必须对彼此放手，是不是有一些不得不的理由？但是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跟你说明白，他可能觉得这样子对你比较好。也或许是因为他有一些比较考虑自己、比较自私的计划，然后他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中，可能你们都有你们的路要走，因为你们好像相遇的时候是一场意外，他觉得你们之后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可能你会遇到更适合你的人，他觉得必须要对彼此放手。好。我以为努力过你会懂。好，第一组的他说他觉得他可能有努力过，但是你好像不明白。我觉得他的努力可能不是你们所想要的耶。
好，再看一下。想念总是来势汹汹，想念总是来势汹汹，所以他其实真的很想你们欸 A 组的朋友，他们真的很想你，想念总是来势汹汹，然后又出现了这些日子我很想你，他很想你，感觉有一种不得不放手的感觉。好，想和你说很多话。这个人他想和你说很多话，可是这边又出现了说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够说明白，这张牌不是每件事情都能说明白，但是如果可以说明白的话，他其实是想和你说很多话的，可能你们两个在沟通上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在同一个点或者是同一个频率上，就是情绪一来的时候有可能会有的人可能会沉默，或者是有的人是口不择言，或者是会说气话，所以他觉得好像沟通上不是能够很明确的传达，很明白的传达，但如果可以的话，他想和你说很多话。好，这张牌是我希望你过得好，他希望你过得好，希望你们过得很好。好，再来看一下哦。他说：“我希望还能见到你。”哇哦，他在心里希望还能够见到你，不知道是以什么样子的形式出现。他希望他还能够见到你，然后这一张牌有一个微笑的感觉哦。他希望你过得很好，然后他希望他还能见到你。他希望这边都是希望，就是他有一种祝福你的感觉，然后他希望以后可以再见到你，也许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有恨，然后大家都可以放手放下了这种感觉哦。然后他对你有很多很多的思念，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要跟你说。好，我们再抽一张牌。沉默太久，连主动都需要勇气。对耶，他就是心里想要和你说话，可是他又觉得他没有这个勇气，因为他觉得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说明白，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主动去，好像破冰一样的感觉。也许第一组你们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络了，或者是联络的不是很冷淡，不是很热络。你们联络的时候可能就是频率很低，或者是只是一种传一些图片啊，并没有那种很交心的谈话。那有一些人可能真的就是连问候都没有了。所以他才必须用观看你的社交媒体的方式来知道你们的讯息。我希望你快乐。好，这边真的有出现了，他说他希望你过得好，然后他希望你快乐，他其实是很祝福你们的。讲祝福吗？这种感觉是说他希望你是好的，而且是快乐的，希望有一天还能够见到你们。这个人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可能曾经伤害过你们，在这一段关系中，在你们相处的时候，他只考虑到自己哦，然后他做了一些伤害你们的事，他知道他犯了错，不知道他是做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很严重的一个错误，或者是没有把你们说的话放在心上，或者是曲解了你们的意思，或者是他背叛了你们之类的，他犯了一些错误，或者是他没有保护好你们，或者是他让别人来伤害你们之类的。然后他希望现在的你们是好的，是很快乐的。好，我们再来看，我并没有完全的了解你哦。他觉得他其实也不是完全的懂你们呢。要完全懂一个人其实很难，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很复杂的一面，而且人性其实是多变的，每一个人都会继续的在成长。
如果你们是分开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他也许不懂现在的你们是怎么样的，或者是你们现在是还有联络的，可是他觉得这些联络并不足以让他完全的了解你。好， A 组的，我们再抽最后一张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对方还想说什么，我们再抽一下最后一张牌。好，最后一张牌是谢谢，谢谢。哇，他想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曾经陪他走过的时间，或者是谢谢你们让他认识你们，谢谢。不管怎么样，一切就是谢谢你，希望你过得好，希望你快乐。我很想你，想念总是来势汹汹。他说他也有努力过，可是他觉得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说明白。也许在某一个阶段，他觉得可以先放手会比较好，这是他自己觉得啦。然后他也是有在想那些曾经，可是他又觉得是不是已经回不去了？也许你们是不是在生他的气，或者是没有要原谅他，还是怎么样的？还是说沟通上有一些误会呢？他希望他能够见到你们，不知道在未来的什么时候，他希望能够再见到你们。好，这个是D 组的朋友，你们的这个解牌，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们。好，希望你们过得很好，要让自己过得很开心、很快乐。那如果你现在的情况不是很好的话，或者是你还在很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啊，这也没有关系，你就让你的情绪好好的去流动、去抒发，但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一些小事情，就如同他希望你们的一样哦，就是找到一些小事情，也许是看电影，也许是玩游戏，也许是吃你喜欢吃的东西，去旅游等等，这些事情呢，让你的生活中充满一些快乐，做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情，让自己身心灵比较舒服的一些事情哦，希望你们快乐而且过得很好。好，这个是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解牌哦，希望这个解牌对你们有帮助。好，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二组，刚刚选到这个狐狸的这一组，还有一个好像有一条金光闪闪的大道的这张牌，我们来看一下对方想要对你们说什么，他想你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呢？好，第一张牌是留在心底，他把你们留在心底，留在心底是说很难忘记的意思吗？好，我们再看下一张，他说我们这么像，连缺口都一样。哇哦，觉得这一组感觉有点像这种双生火焰。他说我们这么像，连缺口都一样。你跟这个人呢，是不是你们有一些共同的经历，或者是共同的兴趣，或者是想法？就是你们，因为他这边有讲到缺口，可能是共同的伤痕，或者是共同的一个弱点啦，或者是你们觉得是自己缺点的地方，他觉得你们的缺口是一样的，然后他觉得你们很像，他有把你们留在心底。再来看一下哦，我会成为更好的人。好，他说他会成为更好的人，他想要成为更好的人。好，接下来是什么呢？不知所措。他想到你的时候会有一点不知所措，或者是说他不知道怎么面对你哦，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耶。真的吗？他在问一个问题，是真的吗？是关于什么事情呢？他有听到你们的一些消息吗？或者是这个真的吗？是一个
对于什么事情的发问，真的吗？好，哎呦，他说我记得那天所有的细节情景哦，我记得，他记得这一天不知道是哪一天，是你们很开心的那一天，还是最后一次见面的那一天，还是彼此相处的一个细节的某一天？你们有很快乐的回忆吗？还是你们共同去旅游的那一天，还是什么哪一天呢？就是他觉得是很重要的一天，他记得那一天所有的情景跟细节，他记得有一天在你们的相处过程中是很特别的，也许是你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记得那一天跟你初相遇的细节或者是情节，也许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他记得所有的细节跟情节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他说想到你不能成眠的夜，他想到你的时候其实会想得很深，然后会影响到他的睡眠，也许会睡不着哦。就是当他想到你的时候，其实是会引起他心里一阵很深的触动，他会想很多事情诶，他会一直想着你跟他在一起的，也许就是在一起的那段时光跟细节，或者是你们相处的那个情境跟细节耶。好，他说很抱歉诶，这张牌很抱歉什么？他说他希望能收回他说过的话，很抱歉，我希望能收回我说的话。他是不是曾经有对你们说了一些话，然后不是很得体，或者是有点伤害到你们，或者是这句话不是对你说的，就是他说了一些让你们觉得不是很恰当的话，或者是让你们觉得不舒服的话，或者是这些话是让你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就是你们身边的人觉得不舒服，也或许是他就是口不择言去伤害了他身边的人，然后你们觉得这样做很不好。总而言之呢，就是他希望能收回他说过的话，不知道是这个话是不是对你说的，还是说他对其他人身边的其他人说的。好，不只是朋友，我想要不只是朋友，不只是朋友。你们的关系是不只是朋友吗？还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呢？他说不只是朋友，我想要不只是朋友。好，这张牌是我反复看着你的讯息跟照片。反复看着你的讯息跟照片，把你留在心底。他手上可能有一些你们的一个讯息，或者是有你们的这个照片，然后他其实会想着你们的时候，他会看着你们的讯息跟照片，你们跟他说的一些话，也许是你们共同拥有的一些回忆跟照片。来看一下。好，痛苦，至少证明爱。这个是说呢，虽然我觉得这个是说，就是他感到痛苦，但是他觉得这个痛苦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痛苦至少证明了有爱，可能是有爱过，或者是证明他其实是有心的。他觉得痛苦是一件很可以被接受的事情，因为痛苦它证明了就是有爱有感情才会去痛嘛，才会去想，才会去思念嘛。痛苦至少证明了爱。好，
我想知道，这张牌是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他也想要知道你们的想法诶。好，你是怎么想的呢？他想知道。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我知道我只是你疗伤的人，是吗？就是他觉得，他觉得他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好像把他当作是谁谁谁的替代品吗？还是说因为你们心情不好，然后需要一个出口，然后他正好成为了那个疗伤的人，或者是他觉得他是你人生中的一个摆渡者，他觉得他只是你疗伤的人。那如果能量互换的话，也有可能这句话是你们对他说的，就是也许是你们觉得你们只是对方疗伤的一个人，不过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像是对方，因为他会想要为了你成为更好的人。好，接下来的这张牌是，看一下哦，全都与我无关。突然出现了这张牌，就是感觉痛苦痛到极致的时候，会想要放手放掉一切，然后觉得说这一切都跟我无关了，因为太痛苦了，痛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其实会有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好，请允许什么？请允许我把你带走。好，我觉得啊，这个人他是有喜欢你们，有想你们呢。他说不只是朋友，然后请允许我把你带走哦。然后他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再来看下一张牌，你会是我生命中出现最棒的事诶，哇哦！你会是我生命中出现最棒的事诶，你出现在他生命中，他觉得非常的难忘，非常的棒，他很开心。然后他希望他会为了你成为更好的人。他觉得你们很像，也许他觉得缺口都一样，然后他觉得可能你可以懂他，他可以懂你，你们可以互相的了解，然后这种心有灵犀、惺惺相属的一个感觉哦，他觉得很棒。你会是我生命中出现最棒的事。好，再来看下一张牌。别委屈。我觉得选到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是不是在一段关系中受伤了，然后他觉得你们很委屈？这个委屈不知道是不是他造成的，但是我感觉应该看起来可能不是，可能是别人造成的，所以他觉得你们把他当成一个疗伤的对象吗？别委屈。好，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哦。说我们当时太年轻。哇哦，这一组这个人是不是你们就是有认识一段时间，然后可能一直都是以朋友的身份吗？然后再相处，我猜的。然后他觉得当时太年轻了，然后你们可能彼此都有一些经历的时候又遇到了，但是当时太年轻，所以没有走在一起嘛。可是他觉得你们其实很像。或
或者是这个当时太年轻，是说你们当时曾经都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哦，就像这个缺口一样，都有犯过相同的错误。然后他告诉你说，他当时太年轻，也许是他跟你都有一段这种心伤的感情历程，所以他告诉你，不要再委曲求全了，不要在这种让你不开心的感情中委屈了。好，再看下一张牌。很高兴它结束了，他身边有一些东西结束，然后他是很高兴的。这个结束可能是来自外在的一个压力，或者是他结束了一段感情，或者是结束了一段不想要的一个牵扯之类的。反正他觉得是很开心的，有一个东西结束了。好，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他说再遇不到你这样的人。哇哦，你会是我生命中出现最棒的事，除了你之外，我可能再也遇不到这样的人了。你们在他生命中是会被留在心底的。好，你们可能进展到一个不只是朋友的一个关系，或者是他希望你们不只是朋友。总而言之呢，他觉得你们是他生命中出现很棒的事，然后也许他有跟你拿你跟其他人比较，可是他觉得他再也遇不到这样的人了，留在心底哦，把你们留在心底，把遗憾留在心底。好，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牌咯。最后一张牌是什么呢？好，这张牌是一份真情有多难得啊！你们之前呢，是不是有一些遗憾，或者是你们各自有一些遗憾？他觉得说可以把各自的遗憾留在心底，有点像是你们各自都有一些缺口，然后一份真情有多难得，他想要告诉你说，人世间的这一份真情，可以遇到这种真心相待的人是很难的。好，第二组的觉得他对你们是有情意的，所以他是有在想你们的，然后他有时候想到你们是不能沉眠的，是把你们放在心底很深的一个位置，可是他可能面对你们的时候会不知所措，然后他希望能收回一些他说过的话，不知道对你们有点抱歉，他说很抱歉，不知道这是关于什么样的事情，是对你们说的话，还是他不小心在一些其他的事情方面，在这种有讲了一些不是很得体的言论哦。好哦，这是一个用情很深的人呢，然后他很在乎那种，可能也是个真性情的人。他很在乎人跟人之间彼此的这种真心相待的情谊哦。那以上呢，就是有关第二组的朋友。好，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们，然后希望你们不要委屈，不管在你们身边的是不是他，你们都不要委曲求全，不要委曲求全在一段关系，要找一个真心待你们的人。真心的人是很难得的，如果遇到了，就要好好的把握，好好的牵紧他的手。好，那希望今天的解牌对你们有帮助，祝福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咯。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选到第三组，选到这个跳舞的女孩子的这张牌，来看一下对方有什么话想要跟你们说。来，好，他说不想让你知道你仍然太过重要在他心里面呢，你们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
可是好像有点因为爱面子吗？还是其他的因素？他觉得好像要保持一点他的这个距离或者是面子，不想要让你知道你在他心里面太过重要的这个位置。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他说你的笑容很迷人，所以他其实还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啊，你对他笑的时候，他其实是很被你的这个笑容吸引的耶。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好，他说我知道你在关注我。哇哦，他好像有感觉到说你们也许有传一些讯息给他，或者是你们有默默的看着他，他可能也有留意你们的动向，所以他知道你们好像在看着他这样子。好，第四张牌，这张牌是说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哦。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他好像不是很清楚，也许是你们在这种暧昧的阶段，两个人都没有说清楚，有一点模糊，有一点试探的感觉，或者是说这个人是你的一个分手的一个旧情人，他可能也不大清楚你现在的一个状况，也不大清楚你目前的一个心情哦。总之，他好像也是有点在想说，你现在是在做什么，然后在想什么，然后你想要什么东西呢？好，再来看一下哦。好，这张牌是他说疗伤是一个多漫长的过程哦。这个疗伤不知道是说你们的疗伤，还是有关于对方的一个疗伤的过程哦。可能有一些埋在他心底的一些伤口啊，他觉得他还没有度过，或者是说他觉得他需要一些时间来度过。这个时间对他来说是不短的，是蛮漫长的一个时间哦。好。再看一下下一张牌，他说上辈子欠了你。哇哦，有没有可能你们是那种曾经是恋人的关系啊？然后他可能在这段感情中受了一些伤，所以他说上辈子欠了你，或者是说呢，他就是很被你们吸引，然后他觉得好像你的笑容很迷人，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着迷，可能是因为上辈子欠了你吧。好，这张牌是说我希望当时对你好一点哦。好，他在某一个过去的这个时间点，他觉得他可能也许可以再对你们好一点，再温柔一点，再主动一点，或是再怎么样一点哦。他内心里好像有一点这样子的懊悔的感觉，他希望他可以做得更好，在某一个时间点，可是他可能没有。好，再来看一下这张牌。这张牌是他说我们还可以爱吗？我们还可以爱吗？他在有一个疑惑，就是这个疑惑不知道是说问你还可不可以，还是说问他自己到底还有没有办法，有没有这个心力，有没有这个动力，说还可不可以呢？之前是不是有发生了一些事情呢？有断联过吗？还是有怎么样子呢？我们还可以爱吗？好，再来看一下哦。哇哦，这张牌他说其实很怕被你看穿我的恋恋不舍。觉得这张牌啊，其实跟这个很像，他其实不想要让你知道你仍然在他心里某一个角落是很重要的位置，但是他不想要被你看穿，因为这个人感觉是一个很注重他自己的面子，或者是他的一个形象，或者是他本身是有一点倔强的脾气的人哦。他就是
觉得这种好像先被你看穿，或者是觉得好像恋恋不舍啊，对他来说是一个不想要让别人知道他还在想着你们哦。好，可能跟他的这种面子啊，或者是尊严有关系。他说：“我希望能有不同的结局。”好，我希望能有不同的结局哦。假设你们是那种曾经有那种进展到一半，然后后来可能就冷淡掉了，或者是没有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他会希望说能够有不同的结局哦。所以这边才会出现说，我们还可以爱吗？还可以吗？好，这张牌是骄傲和谎言。骄傲和谎言，觉得他可能他是一个有点骄傲的人嘛，所以他说很怕被你看穿他的恋恋不舍，也不想要让你知道，就是不管他心里怎么想，他就是有一种骄傲的感觉在里面哦。那这个谎言呢，不知道是不是他曾经有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哦，就是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自己的一个情感，或者是他说了一些善意的谎言来告诉你们哦。有一个谎言，好，这张牌是爱惜自己。可能是跟他自己说，他觉得他要顾好自己，也可能是跟你们说，你们要爱惜自己哦。选到第3组的朋友，他希望你们爱惜你们自己，好好的爱惜自己，不管是在身体，不管是在心灵方面，要好好的爱惜自己。那好，这张牌出现了，是说我想知道，他想知道什么？你是怎么看待我的？这个人他其实也想要知道你的想法，因为他这边有出现说，他其实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也就是他，可能你们两个就是他觉得他并不是很完全的了解你，毕竟有一些东西可能大家都把话放在心底，或者是有的时候说话是言不由衷，有一些气话，所以他想要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真正想要知道你到底是怎么看待他这个人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好，这张牌是与众不同这个人在你们的眼中是不是一个很与众不同的人呢？或者是我觉得你们在他眼中啊，是一个笑容很迷人、很与众不同的人。对他来说啊，你们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他如果之后遇到其他人的话，他还是会记得你是跟大家这么不同。你曾经有给过他一些很特别的记忆点，或者是你对他的一个付出，或者是你对他的表达方式，你说话的声音，你的姿态，或者是你笑起来的样子，他就是觉得很与众不同。好。这张牌是说走你走的路，听你爱听的歌。可能你们之前有一些彼此都很喜欢的一个歌曲啊，或者是你们有去过一些地方，或者是你们有讨论要一起去一些地方，他会去听你喜欢听的这个歌曲哦，然后感觉上会有一种在脑海中重复着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你在听哪一首歌曲，你走在哪一条路上，然后他会去试着跟你去听同样的一首歌曲，也许这个是你们之前会做的一件事情。好，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这张牌是说你不知道这对我影响有多深哦。有一件事情在他的生命中对他来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前面有出现了疗伤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在他可能之前的生命中有一些打击，不管是在事业上、感情上，或者是可能亲人的
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有关于健康方面或事业方面的，有一些东西影响到他，然后他其实，就是深深的被影响，然后他也许表面上装着很坚强，但是其实他内心还是有一种很难以言喻的一个悲伤、一个痛苦在里面，而且是被他压抑的很深的。他其实很怕被别人看穿，所以你可能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对他的一个影响哦。好，接下来再看一下最后一张牌。好，最后一张牌是这个，他说有些话我只能笑着带过。我觉得 C 组的这个人呢，他好像是一个怎么说呢？他不是很会去，把他的情绪用一种很高调的方式，或者是很夸张的方式表达出来。也许有些话他是就是笑笑的说，但其实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心如刀割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很好面子，然后有一点倔强的人，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比较软弱的一面，或者是比较脆弱的一面。他觉得他就是不能，他觉得他的这个尊严跟面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他宁可就是憋在心里面，他其实闷得非常的深。所以他说有些话他只能笑着带过，就是好像是很云淡风轻的感觉，不管怎么样，他就是要表现得很云淡风轻，然后他也不想要让这种就是别人太过看穿他的心里面的感觉哦。所以我觉得 C 组的你们所想要问的这个人，他好像是有一点压抑的这个人呢，然后他希望你们可以爱惜自己。那要记住，我觉得你们的笑容应该是很迷人的，要常常微笑，因为你们的笑容很吸引人，这是他对你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记忆点。然后你们是拥有一个独特的姿态，非常与众不同的一群哦。然后 C 组的你们，他其实也想要知道说你们到底想要什么，他想要知道你是怎么看待他的。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会对你有一些这种内心的这种猜测啊，或者是想法，但是他不会去告诉你。他也许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推测，然后去想，但是他好像也不是会去主动直接问的这种人哦。然后你们还可以爱吗？还可以爱吗？有一个问号哦。他说他希望有一个不同的结局发生在你们之间呢。我觉得这一组的感觉上，这种是一个未完成的一种进行式的感觉嘛，就是很多东西其实都是留有一种余韵的，就是有一种空间，还有一些可以去前进或者是后退的地带，关于你们的一个关系哦。好，但是你们对他而言是很重要的，这种重要啊，是一种与众不同、很特别的一个感觉耶。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好，这张牌是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张牌比较长，时而迷惘，时而怀疑自己，回头看有好几次都觉得特别艰难，以为自己挺不过去，然而挺过去以后又是一片海阔天空。那些过不去的时间也会和他们握手言和。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一个小小的总结啦，就是也许他的人生中，他觉得好像是一场长长的马拉松，然后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中，有的时候很迷惘，有的时候他也会不知道自己这么做是不是对的，然后有好多次他都觉得很艰难，以为自己好像过不去了，但是其实过去之后，你会看到新的
一个海阔天空的景象哦，但是过不去的，有些东西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随着时间，有可能会慢慢的，你就能够释怀，就能够和他们握手言和。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自己说，同时也是对你们说的一段话哦，就是有些东西现在过不去，可是时间久了，你们可能慢慢的就会放下，就会释怀了。即使内心中还是会。你没有办法，你现在的力量还没有办法度过这个难关。可是随着时间过去，这个难关对你来说也就没有这么难，就不会这么困扰你了。所以，因为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希望你们可以爱惜自己哦。希望 C 组的朋友哦，你们可以好好的爱惜你们自己，然后要记住你们的笑容非常的迷人，要常常的微笑，或者是说你们的笑容是非常非常有感染力的，可以运用你们这种笑容给人家带来非常多的正能量。好，以上就是 C 组的朋友 ，C 组的大家，你们今天的一个解牌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们，那就祝福选到 C 组的朋友咯。